想象一下這個場景，耶穌最近聲量超高，醫病、趕鬼、吸粉，速度驚人，群眾越來越多，大家心裡都在期待一件事，他是不是要宣布革命了？他是不是要講怎麼翻轉人生，翻身成功？會不會有一套屬靈版致富心法？結果耶穌上了山，坐下來，一開口就說：虛心的人有福了。現場如果有彈幕，大概會刷滿一句話：哈！耶穌的開場白完全不照套路。馬太福音第5章說，耶穌看見這麼多人就上了山，這不是地形選擇，這是姿態選擇。他不是站在高台對你吼，而是坐下來，像一位拉比，慢慢把價值觀一個一個拆掉，而第一句話就直接挑戰我們的世界觀。虛心的人有福了，這不是鼓勵你沒自信，而是說知道自己不夠，願意承認需要神的人是有福的。這個世界教我們要證明自己很強，耶穌卻說，你承認自己不行，反而站在對的位置上，因為天國不是靠履歷進去的，而是靠空位。接下來每一句都越來越反主流，哀痛的人有福了。我們都想避開悲傷，但耶穌說，能為罪、為破碎、為世界的痛而哭的人，反而會得安慰，因為你還有感覺，因為你的心還活着。溫柔的人有福了，不是強勢的人，不是掌控全場的人，而是不靠暴力、不靠壓人來證明自己的人。在一個誰最大聲誰贏的時代，耶穌說，真正能承受重量的是溫柔。當大家以為這只是一套內在修養課程，耶穌突然把焦點從你要怎樣轉成你是誰。你們是世上的鹽，不是你們要努力變成鹽，而是你本來就被放在世界裡，為了防止腐壞。鹽的功能是什麼？不是炫耀自己，而是默默影響整鍋菜。耶穌接着補一句狠狠的，鹽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鹹呢？換句話說，如果信仰只剩形式，只剩標籤，卻沒有影響力，那再多包裝也只是被人踐踏。你們是世上的光。注意，耶穌沒有說等你夠成熟再發光，等你完全聖潔再發光。他說的是現在是，而且他還說了一句很幽默的話，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燈台上。翻成白話就是沒有人點燈是為了藏起來的。如果你的信仰永遠只能在小圈圈裡安全存在，那就違背了光的本質。光存在的目的只有一個，被看見。但等等，這不是叫你高調。耶穌馬上補上一句，避免大家走偏，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，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。重點不是你多棒，而是人因為你看見神。這不是自我行銷，這是生命溢出。馬太福音5章1到16節，不是一套如何快樂的方法，而是一個全新的身份藍圖。在這裡，軟弱不是缺點，而是入口；哭泣不是失敗，而是深度；溫柔不是輸家，而是承受者；鹽和光不是表演，而是存在方式。耶穌不是在告訴你，你要更努力，他是在說，你已經被呼召，用不同的方式活在世界裡。